什么？小妹要结婚了？所有行程取消，老四、老五、老六、老七都收到小妹结婚消息了。我们三先去撑场面。这个案子我不接了，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人配得上我家小公主。回总部，隐藏身份谈恋爱，这丫头真倔。小妹想低调，结婚这种大事可不能吃亏。穿成这样来见家长，我还以为是服务员走错门了。妈，这就是我女朋友云生。阿姨好，第一次见面，不知道您喜欢什么？这是……什么破烂玩意儿？地摊上10块钱3斤的玻璃珠子吧？哼，包装这么廉价，也好意思拿来送人？这颗夜明珠刚从苏比拍卖会高价拿下，我特意从大哥保险柜里精心挑选的。妈，这是云生精心准备的，你怎么能摔了？他配吗？我问你，多大了？干什么的？家里干嘛的？我今年23，刚毕业，在家帮着打理点生意。什么生意？别是在外头打零工吧？家里做海上生意。海上生意？跑船的还是打鱼的？我就说看你这穷酸样，也不是什么体面人家。我们顾家掌管全球7大洋港口和航线，难道还入不了您的眼？阿姨，海上生意也分很多种，您怎么就认定我们家条件不好呢？远州，你就是太单纯了。现在这种长得好看的女孩，没有家底就是想靠男人上位。妈，云生她不是你说的这种人。妈都是为你好，问清楚点总没错。那个，你家城里有房吗？几套？有几套，在郊区。郊区？那不就是农村自建房？我告诉你，我们陆家不找没背景、没家顶的媳妇儿。你这么瘦，能不能生儿子都不一定。阿姨，我和远州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一再放低姿态，不是配不上，只是想好好和他在一起。原来在您眼里，我就是个图钱的穷丫头。真心值几个钱？我把话放这儿，你这种家世，死都别想进我们陆家门。阿姨，今天见面，不是要商量婚事吗？您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配不上远州。伯母，我来啦，路上堵死了，您别生我气嘛。哎呦，我的曼妮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快坐快坐，伯母特意给你留了主位。妈，今天是我带云生见你的家宴，你叫曼妮来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跟你说什么？曼妮又不是外人，人家可是港口集团的千金，留过洋，家里有钱有势，哪样不比某些人强？远州，好久不见呀！我家最近刚拿下3条国际海运航线，天天忙得脚不沾地，不然早来看伯母了。海运航线，我们顾家管着全球7大洋的港口，他这点排场似乎有点班门弄斧。有些人啊，就是没有自知之明，明明不属于这个圈子，偏要硬挤，到最后多丢人啊！曼妮，他爸妈就是个在海边打鱼的穷鬼，你不用跟他一般见识。妈，今天第一次见面，你非要说这种话吗？远州，阿姨说的也没错，现在下海打鱼其实挺危险，搞不好哪天就回不来了。顾小姐，你还是让你家里人多注意点呢。我父亲是东海矿业集团董事长，全球首富；母亲是西海商会名誉会长，在他们眼里竟然是穷鬼。曼妮不愧是大家闺秀啊，听见没有？还不快给曼妮倒茶！人家是千金大小姐，娇生惯养的。阿姨，我是远州的女朋友，今天是来见家长的，不是来给人倒茶的。妈，你别太过分，云生不用做这些。你就是个海边打鱼的穷丫头，没背景没靠山，还敢跟我抢远州？原来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接受我，叫韩曼妮来就是故意羞辱我，逼我分手的。看什么看？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你不答应跟远州分手，就别想走出这个包厢。
伯母，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呀？看着好特别。什么好东西？就是那丫头拿来的地摊货，10块钱3斤的玻璃珠子。玻璃珠子？伯母，这根本不是玻璃，这是深海孤品夜明珠，去年拍卖行拍出了8000万的天价。我天天研究珠宝，绝对不会认错。这不就是地摊货吗？竟然这么值钱啊！千真万确，伯母，她一个普通女孩，家里就做点海上小生意，怎么可能拿得出8000万的孤品？她这肯定是来路不明的赃物啊！我就说你个穷丫头没安好心，原来是偷了东西来糊弄我！我现在就报警，把你抓进坐牢！妈，云生是什么人我最清楚，他绝对不可能偷东西。你说你天天研究珠宝，对这颗珠子很熟，那你说说它的出水海域、原石克重，还有拍卖行的专属认证编号分别是多少？韩小姐，身为航海世家，这些简单的东西，你难道不知道？谁说我们曼妮不知道了？对，你懂什么？这些商业机密，我能随便告诉你。云生，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起过，你还懂海上的事儿？远州，有些事情我一定会和你解释清楚。行了行了，多大点事儿就揪着不放，菜都快凉了，都坐下来吃饭。曼妮啊，多吃点儿。你管着集团这么大的生意，可得好好补补。不像有些人没个正经工作，家里就做点海边小生意，小门小户的，根本配不上我们家远州。我看你们俩就挺合适，家世相当，工作体面，门当户对才叫过日子，总比跟着没根没底的人强。妈，我这辈子认定的人只有云生，我跟韩曼妮只是普通朋友，您别再乱撮合。儿子，你怎么这么倔呢？曼妮可是千金小姐啊，能帮助你事业更上一层楼。云生就是个穷丫头，配不上你。不过过日子嘛，还是要看圈子的。Different circles， 硬凑在一起多尴尬呀！你连自家集团的核心航线信息都说不出来，又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圈子？伯母，看来云生是真的不欢迎我，一直这么咄咄逼人。要不我还是先走吧。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远州带你，你这辈子都不配进这种高档地方。你但凡要点脸，现在就该滚出去！我看谁敢让我妹妹滚！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。你们谁呀？我们家吃饭，外人别凑过来。我们是谁？你没必要知道。我们只陪我妹妹吃饭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父王不放心，让我们过来看看。大哥，低调点儿。云生，你哥哥们……远州，这些回去我一定和你解释。怎么，叫几个穿西装的就来吓唬人？等等，你们是北城顾家的人？你听说过顾家？当然听说过，顾氏全球航运嘛，谁不知道？去年港口集团的年会，我还远远见过顾家的人呢。不过，你们这种级别的会亲自来这种小餐厅，该不会是冒牌的吧？冒牌的？我就说嘛，一群骗子！我妹妹在这里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行，就算你是真的，那又怎么样？顾家再有钱，也管不着别人家的事儿吧？伯母说的对，门当户对才是硬道理。韩小姐，你去年参加的港口集团年会是在海城举办，但那年会的邀请名单里并没有你。我是跟朋友去的，朋友有邀请函。巧了，去年的安保是我安排的 ，VIP 通道要人脸识别，普通通道要扫码验票。你说说，你走的是哪条通道？你管我走哪条通道？行了，就算你们是真有钱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儿子是正经名牌大学毕业的，自己开公司，将来是要做人上人的。你妹妹根本配不上我儿子。你儿子公司用的那条海运航线是顾家的，我一句话，那条线明天就能停。什么？我公司的航线是……你吓唬谁呢？顾总，实在抱歉，不知道您在这里用餐招待不周，今天这桌的费用全免。您看还有什么需要吩咐的？顾
顾总，他是夫人，他是我们免单是吧？多谢哈，多谢。伯母，我听说这家花园餐厅经常搞活动，消费满一定额度就能抽免单，估计是运气好呗。切，我还以为多大本事呢，抽奖中的，那谁不会啊？云生，你大哥真的是顾氏航运的，那为什么还要靠抽奖免单？远州，有些事回去我再跟你解释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妈，我创业初期，云生对我的照顾并非你三言两语能抹去的，无论你说什么，他都是我唯一的选择。远州，他大哥连吃个饭都要靠抽奖，这种人能有什么真本事？你还是听妈的，曼妮才是正经千金。你上周在朋友圈晒的那个限量款包，内侧钢印都印歪了，高仿货都买的最低版本。我投的奢侈品鉴定平台后台数据一查就知道真假。你胡说，我这是正品。正品？那你给大家解释解释，高定礼服12人拼单 AA， 名牌包日租800一天什么意思？我刚让助理扒的拼单群记录，连你发朋友圈的文案都是群里统一给，这些是拼单群聊天记录。曼妮啊，你刚发的朋友圈原图怎么在这个拼单群里也能找到？不是这样的，伯母，这是 P 的，是你们故意栽赃我，我根本就没有这些记录。对，肯定是你们 P 的。曼妮什么家境，用得着拼单租东西？你们就是嫉妒人家，故意陷害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承认我是虚荣了一点，喜欢买点好东西晒晒朋友圈，但哪个女孩子不爱美啊？伯母，我是真心对远州的，我的心意你还不明白吗？曼妮，你别哭，伯母信你，只要有我在，远州绝不可能娶她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女人。原来无论我做什么努力，阿姨都不会正眼看我一眼，只因为她觉得我无权无势。韩小姐，你刚才说你真心对远州，那我想问问，你知道远州公司上个月在谈的那个海运项目合作方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是港口集团的项目嘛。这种大项目保密级别很高的，我不好多说细节。那个项目的合作方是顾家全球航运的子公司，合同是我手下的团队拟的。韩小姐，你连合作方是谁都不知道，你是怎么真心帮远州的？你说是顾家就是顾家，我还说我是顾家的远房亲戚呢。你们这种骗子我见多了。骗子？那我问你，港口集团去年的净利润是多少？顾氏航运的船队总吨位是多少？你说得出来吗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这些都是商业机密。曼妮，他说的这些连我都知道，你难道一点都不了解吗？不是的，远州，我只是一时忘记了。行了，人家曼妮就算拼个单租个包，那又怎么样？至少她有心会来事儿，能给我长脸。阿姨，在您眼里，钱比人品重要，会装比真心重要。哼，你不是想听实话吗？好，你最大的错就是没有一个有钱有势的爹。妹妹，对他们来说，贫穷是原罪，哪怕你坐拥四海，不如一张会撒谎的嘴。妈，够了！我不在乎云生什么家世，曼妮才是千金小姐，能让你少奋斗20年。儿子，我是为你好啊！伯母，您别怪远州，是我不好，我现在就走。曼妮，你别走，你比某些人强100倍。陆夫人，我们顾家穷不穷，不需要你来指点。倒是你儿子公司用的那条海运航线，是我顾家的。我一句话，那条线明天就能停。你吓唬谁呢？伯母，他们就是骗子，真正的顾氏掌门人怎么可能来这种小地方？对，你们就是骗子。韩小姐，你戏挺多，刚才拼单的事儿没说清楚，现在又挑拨离间。我没有，我只是不想让伯母被骗。韩曼妮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非要看到我和云生分手才满意？远州，我只是想让你过得更好啊！都是因为你，害得我儿子跟我闹。今天要是不分手，我跟你没完！陆夫人，分不分手，你说了不算。只要我妹妹不喜欢的事，没人可以让她做，包括你。说来说去，
不就是想要高攀陆家吗？顾总啊，既然你是顾氏掌门，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妹妹想嫁给我儿子，总得拿出点诚意吧？妈，你又想干嘛？什么诚意？简单，港口集团下一个项目，你帮远州拿下。要是能做到，我就承认你们顾家有本事，不再拦着；要是做不到，那就别怪我说话难听。你妹妹就是高攀，这种卑贱的丫头，休想嫁到我们陆家。伯母，这个项目竞争非常激烈，没有过硬的关系根本拿不到。您这不是为难云生吗？为难？他要真喜欢远州，就该为远州的事业出力。伯母，他家就是跑海打鱼的，我看连个像样的嫁妆都给不起。这个项目努力10年也不一定拿下呢。你说谁给不起嫁妆？我说的是事实，跑海的哪有什么钱？你信不信，我妹妹头上的一根发簪，就能买下你们京海半条街？你吹牛！你敢打我？这一巴掌是替你父母教训的，做人不要眼高手低，踩低拜高。陆夫人，你听清楚了，论高攀，是你儿子高攀我妹妹。伯母，他打我。好啊，以多欺少是吧？大男人打女人，要不要脸？算了，谁让我没人撑腰呢？伯母，他毕竟是远州小舅子，我挨打就挨打吧。曼妮，你放心，伯母在这儿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你过来，替你哥给曼妮道歉。我让你过来，听见没有？妈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他哥打了人，他不得道个歉？这是礼数。阿姨，我不会道歉的，从头到尾不是我的错。好啊，你们顾家就这么教孩子的？妈，好不容易见到云生的几个哥哥，大家坐在一起吃饭，你非要让我这么难堪吗？我看你是想气死我！我今天就让这个野丫头知道什么叫难堪，什么叫差距。服务员，过来。夫人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你们这儿能点曲子吧？可以的，夫人，有驻场钢琴师。曼妮啊，你常来这种地方，帮阿姨点一首，要世界名曲，有面子的那种，让这群乡下人看看，什么才叫高端，什么才叫优雅。那就《梦中的婚礼》吧。好的，夫人，请问您有会员卡吗？点曲子还要会员卡？是的，夫人，钢琴演奏仅限至尊黑卡会员。什么黑卡白卡呀？曼妮，你不是常来吗？会员卡呢？给，钻石卡。夫人，钻石卡权限不够，钢琴演奏仅限至尊黑卡。什么至尊黑卡？我这已经是高级别了。抱歉，这是餐厅的规定。开权限。我这就安排。哟，就你还开启权限，哼，装模作样。云少，你三哥怎么能开这个权限？这家餐厅的至尊黑卡
我听说整个京海也没几张。就是认识经理而已。元州，回头我再跟你细说。认识经理，有点小钱就到处充大爷，真以为自己是什么豪门了？伯母说的对，暴发户嘛，挣了点小钱就到处显摆。暴发户可不能娶啊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，哪像我们陆家世代读书人，讲究的是礼数和体面。阿姨，您真有趣。什么？阿姨，您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书香世家，那应该最讲究明辨是非，不人云亦云吧？怎么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说两句，您就当圣旨听了？顾云生，你少在这挑拨离间！够了，妈！从进门到现在，云生被你们说了几个小时了，他哪句话顶撞过你？哪件事做的不对？你为了他吼我？我只是在说事实。韩曼妮权限不够开启钢琴曲，只是因为云生大哥点了曲子，你们就反过来怪别人有实力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元州，我只是……你别说了，从今天起，你的事我不想再听。妈，今天这顿饭，你的目的只是想要羞辱云生一家，那我觉得没有吃下去的必要了。这小子还算有点担当。儿子，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女人吼我？我是你妈！从小到大我都尊重你，但你今天说的话做的事，真的值得我尊重吗？远州，伯母也是为了你好呀。说，航线全部暂停，让所有船只就近避风。我20分钟后到。陆夫人，我港口出了急事，要先走一步，但走之前有几句话我得说清楚。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妹妹嫁给远州，不是来你家受委屈的。今天这事儿，我暂且不追究，但若再有下次，绝不姑息。云生，有事给大哥打电话。知道了，大哥，你们路上小心。还什么全球航运？我看就是几条破渔船在海上漂2天，就以为自己是大佬了。伯母说的对，有些人啊，就是装腔作势，手里有几个小钱就到处摆谱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。曼妮说的对，你说你能帮远州什么？他公司遇到事儿你能解决吗？你能拉来项目吗？你除了花家里的钱，你还会什么？妈，够了！云生不需要帮我的事业，我自己能行。你能行？你一个人怎么行？哪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没有个有本事的女人？什么锅盖配什么锅？你的命配不上我儿子。嫌我穷，没有背景，我名下的资产够买下10个京海。算了，伯母，好不容易吃顿饭，我都饿了呢。儿子，你跟曼妮好不容易见面，不要被不相干的人扫了兴致。来，坐下吃饭。我没事，吃饭吧。这家餐厅的菜单是全英文的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看得懂的。伯母说的是呀，在国外我天天看这种菜单，不像有些人连刀叉哪只手拿都不知道吧？我要这个须福来提拉米苏马卡龙。夫人，您点的舒芙蕾、提拉米苏、马卡龙都是餐后甜品，没有主菜。甜品怎么了？我就爱吃甜的。夫人，这款甜品需要提前预定，仅对熟客开放。我妈她让你看笑话了。没事儿。每样来1份，甜品正常上，全部记在这个账户上。好的，女士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什么名片啊？服务员看了跟见了祖宗似的。云生啊，你刚才那张名片什么来头？服务员看了跟见了祖宗似的。伯母，这你还不明白？花点小钱办个假 VIP， 服务员都是看钱办事。一个捞鱼的家庭能有什么真本事？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我还以为多厉害呢。切，虚张声势，果然是靠海吃饭的人家。阿姨说的对，靠海吃饭的人家确实没什么大本事。
不过总比那些靠拼单租包装名媛的人活得踏实。曼妮，你是千金之躯，用不着跟这种穷丫头一般见识。我们吃饭。我都听伯母的。云生，我妈她……没事，袁周，我倒觉得挺有趣。吃饭吧。买单。夫人，这桌已经结过了，顾女士点菜时就吩咐记在她账户上。伯母，人家有心，您就别客气了。远州，你送曼妮回去，她喝了红酒不能开车。伯母，不用麻烦，我叫代驾就行。妈，我这辈子认定谁就护谁到底。送云生回家是我的事儿，别人您心疼，您自己送。你今天不送曼妮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云生是我女朋友，把她安全送到家，是我作为男朋友的责任和义务。这个混小子，为了个捞鱼家的丫头，连亲妈都敢顶。伯母，您别急，我有办法让他知难而退。云生，今天委屈你了。没什么，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。给我点时间，我会让妈慢慢了解你。你就不怕我真的是个捞鱼家的丫头？那正好，你负责捞鱼，我负责卖鱼，夫妻店稳赚不赔。以后不管什么场面，我都陪你。今天的饭局开心吗？就那样呗，他妈嫌我是捞鱼家的。捞鱼，他知不知道东海深海矿区的勘探权在谁手里？我已经让人查过了，陆远洲的公司注册资本500万，实际资产不到2000万，这种家庭配不上你。云生，分手，这样的家庭嫁过去只会受气。明天我就让人停了陆远洲公司的航运航线，他那个小公司没了航线撑不过1个月。我已经让法务部准备好了违约索赔的模板，他公司目前的几个供应链合同都有漏洞可以追责，或者更简单，我投的那几家投资机构随便打个招呼，他的融资渠道就会全部断掉。哥，你们要毁掉我选的人。他配不上你。论家世，确实配不上，但你们知道，他救过我。他救过我，这是事实。但我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的，给他钱，帮他事业，护他一辈子平安，哪一样我做不到？我选择他，不是因为他救过我，是因为他值得，值得我喜欢，值得我嫁，值得我拿一辈子去赌。你确定他值得？确定。倘若有一天他让我失望了，我会亲手收回我所有的爱，头也不回。你舍得？我的爱拿得出手，也收得回来，这是底气，不是气话。行吧，他敢让你失望，我让他从金海消失。远洲，我替你挡下了我哥的刀，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出来给我看。那台顶配，明天下午2点送到金海国际大酒店门口。韩女士，库里南 Black Badge 月租这个数，司机另计。刷卡，司机要穿制服，体面的。韩女士，明天下午2点，车和司机准时到。顾云生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看一个捞鱼家的丫头拿什么跟我斗。喂，伯母，明天来趟远州公司，我要让顾云生彻底感受到我和他之间的差距。麻烦帮我把车停好，小心点儿，别蹭了。这车300多万。好的，女士，您放心。这车是我18岁成年礼，家里还有10几台同款，开腻了随便换。
今天这辆颜色还行，就开出来了。韩小姐，您家也太豪了吧！哎呀，曼妮，这车是你的，太气派了吧！这才叫千金小姐的牌面。伯母，车妻娇贵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儿子，曼妮约咱去高级酒店吃饭呢，还说要带我去做 SPA。这是公司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远州，你别怪伯母，是我想要见见你呢。曼妮都说你不接她电话，我要不来，曼妮说不定连你的面都见不上。哟，还真是狗皮膏药啊！我儿子上班你也要跟着？阿姨，你看看人家曼妮，20出头就开几百万的豪车，你呢，连台代步车都买不起。石尊出行的激光标，这台车租的。这车是租的。顾云生，你嫉妒我就直说，我家10几台车，用得着租？你有证据吗？就是你一个捞鱼家的丫头，见过什么世面？人家曼妮有的是钱，用得着租车。我看你就是眼红，赶紧给曼妮道歉。妈，够了，韩曼妮，你也别太过分。这车是不是租的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再这么闹，我叫保安了。远州，你怎么老护着他？是他先污蔑我的，我用得着租车？你问问伯母，我像是那种人吗？曼妮别哭。远州，你给我让开！今天这丫头不给曼妮道歉，谁也别想走。妈，你再这样，以后陆氏的大门，你也一步别想踏进。阿姨，其实很简单，这车如果不是租的，那让韩小姐拿出购买合同不就好了？没有纸质的，电子版总有吧？曼妮，你就让他死个明白，赶紧把合同甩他脸上，让他知道什么才叫实力的差距。行，我现在就叫人把购车合同送过来，让你死个明白。不用麻烦了，我直接问。云生，怎么了？大哥，你帮我查一下，石尊车行昨天有没有租出一台黑色库里南 Black Badge 版，客户姓韩。3分钟，我让人把租赁合同发你。3分钟，你还有时间想借口？吓唬谁呢？你大哥谁啊？石尊车行的老总。你说查就查。我告诉你，顾云生，这车就是我自己的，你有本事把合同拿来啊！就是没凭没据的，凭什么说人家车是租的？你一个捞鱼家的丫头，认识什么车行的人？曼妮，怎么不接啊？喂，李总啊。韩小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刚才顾氏那边有人来查昨天的租赁记录，您昨天租的那台库里南 Black Badge 是今天还车还是续租？你谁啊？我不认识。妈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租的又怎么了？人家曼妮说了，自己的车送去做改装了，临时租一台代步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伯母，还是您懂我，我就是不想丢远州的脸，才租了台好车。就是，曼妮是为了谁？是为了你，是为了咱们陆家的面子。你倒好，帮着外人欺负曼妮。伯母，别为了我跟远州吵架，我有个名媛局要参加，改天再来看你。顾云生，你别得意。曼妮要不是为了你，用得着租车？
你倒好，不领情就算了，还拆台，什么东西？妈，你清醒一点，都到这种时候，你还护着他？我护他怎么了？哼，曼妮对我好，对你好，哪像某些人，除了会花你的钱，还会什么？云生，对不起，我妈她……不用道歉，我选你的时候就知道你妈是什么样的人。不过韩曼妮这个人，你还是要小心，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和曼妮以前的确是交往过，但我那时候不知道她是这样的人。不过你相信我，我跟她早就是过去了。我知道呀，远州，你妈妈的态度不重要，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让我妈妈接受你。我相信你，远州。我大哥约我吃饭，你先去上班吧。好。你好，那边在干什么？那边是我们酒店的网红打卡点，经常有人来拍照。不过那几位，圈里叫拼单名媛。拼单名媛？对，包是租的，衣服是借的，连摄影师都是团购的，拍几个小时就为了发朋友圈。对，头往左偏一点，眼神看镜头，好。韩曼妮，这就是你说的顶流名媛局？顾云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几位是你的名媛闺蜜？我这是在帮朋友拍照，她们都是我的闺蜜，怎么了？闺蜜？那你们的包也是轮流背的闺蜜款？顾云生，你别太过分，我警告你，别多管闲事。你一个捞鱼家的丫头，管得着吗？我没想管，只是觉得你挺辛苦的，租车、租包、租人拍照，一个月开销不小吧？要不我帮你介绍个折扣？曼妮，那个女的是谁啊？看着挺有气质的。一个捞鱼家的丫头，给我等着！姐妹们，继续。刚才那组重拍，我要发朋友圈的，记得帮我 P 图，腿拉长一点，脸修小一点。来了。大哥，就咱们俩？顺便给你点东西。云晋酒店15%的股份，转让协议签好了，你签字就行。大哥，这……云晋最近扩股，我顺手拿了几股，写你名字了。以后你想在这吃饭、拍照，还是拆穿假名棉，都方便。谢谢大哥。别谢我，父王说了，你的事儿就是全家的事儿。不过，你刚才在大堂站了那么久，拍什么呢？
酒店安保主管是我的人。陆远洲那个前女友在这儿拼单拍照装名媛。就这，要不要我让人把他拼单群的聊天记录扒出来，群发京海所有企业？别，大哥，低调，我自己能处理。行，吃饭。台风路线变了。好，我马上处理。云生，港口出了急事儿，我先走，你慢慢吃，账已经结了。大哥，你去忙。楼下那些事儿不想看就别看了，闹心。伯母，您站这边，手搭在花墙上，对，笑一点。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种高档酒店是你一个捞鱼家的丫头能来的地方吗？阿姨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你一个月挣几个钱？怎么又蹭远州的车来的？他人呢？我自己来的，我大哥请我吃饭。什么大哥？指不定又是哪个捞鱼的亲戚。行行行，你大哥请的，那你吃完了就赶紧走，别在这儿碍眼。曼妮正给我拍照呢，你站在这儿多影响画面。伯母，别理他，我们继续。曼妮啊，你说有些人家里穷得叮当响，还总想往高档地方钻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配吗？伯母说的对，这年头啊，什么阿猫阿狗都以为自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就是，我儿子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被这种女人迷得神魂颠倒。要我说，这种捞鱼家的丫头连给你提鞋都不配。李经理吗？我是顾云生，1楼大堂玫瑰花墙这边有2位女士打扰到其他客人了，麻烦请他们离开。2位女士，抱歉，我们接到投诉，请你们现在离开酒店。什么？让我们走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抱歉，您不是我们的住客，也没有预约记录，请配合。凭什么赶我们走？曼妮，你不是说经理认识你吗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那个，我跟你们张经理很熟的。我们酒店没有姓张的经理。2位，请。你是不是酒店工作人员啊？怎么连张经理都不认识啊？曼妮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实在不行，你给张经理打个电话呀！伯母，曼妮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伯母，可能是酒店搞错了，我们先走。曼妮，你不是说经理认识你吗？你不是说这地方你常来吗？怎么被人像赶苍蝇一样赶出来了？伯母，您别生气，肯定是那个顾云生搞的鬼。哼，她一个捞鱼家的丫头，能让5星级酒店的经理听她的话？伯母，您别小看她，这种人最会耍手段了，说不定她跟哪个保安勾搭上了。哼，丢人现眼！为了混进高档场所，连个保安都敢勾引，我儿子怎么会看上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呢？伯母，我送您。不用了，曼妮，等有空来阿姨家喝鸡汤。好呢。曼妮，今
今天拍的照片到底能不能发呀？我都修好了。先别发，等我通知。不管你是谁，我韩曼妮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你给我等着。还行，大哥给了点东西。什么好东西啊？以后告诉你，早点休息。韩曼妮，这些照片我暂时不会发，但你最好识相一点。如果再搞什么小动作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云生，远洋贸易的周总今早发了律师函，告陆远洲公司货不对版，索赔2000万。那批货走的是东海航线，周总这个人专挑小企业下手，陆远洲那点体量扛不住。那批货是天龙工厂出的，不可能有问题。我知道，但周总咬死了说货不对版，陆远洲拿什么跟他打？母后下周回来，正好拿这事儿说。你挑的人连自己公司都保不住。二哥，母后那边你先帮我挡一下，我去他公司看看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云生，你怎么来了？索赔2000万。周总说货不对版，3天内不解决，还要扣船。可天龙工厂的质检报告没问题，我亲自核过的。别慌，这件事我来解决。你能解决？你信我就行。你怎么又在这儿？我儿子公司是你家啊，天天来蹭。我说你一个捞鱼家的丫头，能不能要点脸？缠着我儿子不放，你配吗？阿姨，我是来帮忙的。你帮忙？你帮什么忙？不添乱就不错了，赶紧滚！妈，你干什么？妈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今天护着他，明天他就骑到我头上来。妈，你再这样，以后别来我公司了。伯母，您别生气了，远州也是一时糊涂。我们先坐下消消气。什么东西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云生，大哥，远洋贸易的周总告远州公司货不对版，索赔2000万，你帮我打个招呼。3分钟。哟，还大哥，打个电话就完了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周总是你一个电话能摆平的？哟，还大哥，打个电话就完了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周总是你一个电话能摆平的？伯母，有些人就喜欢装，等3分钟过了，看他还怎么装。就是，曼妮，还是你靠谱。你说你认识周总，要不你现在也打个电话？伯母，我那个朋友跟周总很熟的，不用急，先看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。1分、2分、2分半，这都3分钟了，人呢？连个影子都没有。伯母，我就说吧，他就是装模作样。一个捞鱼家的丫头，能认识什么大人物？陆总，远洋贸易的周总来了，说要亲自见您。阿姨，人来了，你要见见吗？哎呀，陆总啊，实在是对不住，都是我手下的人搞错了，那批货没问题，完全没问题。快，把律师函撤了，再追加500万的订单，算我给陆总赔不是。
陆总，以后咱们长期合作，您有什么需求直接跟我说。好，谢谢周总。曼妮，是不是你找的人？你刚才不是说认识周总吗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你有本事。伯母，小事一桩，我之前跟周总吃过几次饭，他这点面子还是给我的。哎，曼妮呀，这次多亏了你。远州，你看看，关键时刻还是曼妮靠得住。韩小姐，你说你跟周总吃过几次饭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你知道周总有几个儿子吗？当然知道，周总有个儿子在国外留学，我之前还见过。是吗？可我听说周总3个女儿，最小的私生子才5岁半，你见的是哪个？曼妮，他说的是真的，周总没有儿子。伯母，您别听他胡说，他一个捞鱼家的丫头能知道周总家里的事儿，肯定是瞎编的。韩曼妮，你到底认不认识周总？我当然认识，只是我跟他不是很熟，我认识的是他弟弟，对，他弟弟。他弟弟？你刚才不是说跟他吃过好几次饭吗？伯母，我记错了，是跟他弟弟吃过饭。韩小姐，你确定要再赌一次？周总有没有弟弟，我大哥比你清楚。云生，大哥，周总那边好像反悔了，你让他继续告吧，索赔3000万也行。你疯了吧？3000万，你赔啊！陆总，不好了，周总刚来了电话，说要继续告，索赔额涨到3000万。什么？3000万？刚才不是还追加订单吗？怎么又变卦了？曼妮，你不是说认识周总的弟弟吗？快打电话，让他再帮忙说说情。3000万啊，这不是要命吗？伯母，我手机真的没电了。没电，用我的，快打！妈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根本不认识什么周总，别再被他骗了。曼妮，你到底认不认识？你给我说实话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藏着掖着？伯母，我其实跟周总不太熟，但是我认识一个更厉害的人物，他今晚在金海大酒店有个饭局，很多商界大佬都在，我现在就去找他，说不定能帮上忙。真的？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曼妮，这次可就全靠你了，远州公司的命就攥在你手里了。伯母，您等我消息，我一定想办法。我这就去金海大酒店，今晚一定把这事办成。曼妮这回应该能办成事儿吧？他说的那个饭局听起来挺靠谱。妈，你还信他？他哪句话是真的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指望他？指望一个捞鱼家的丫头？阿姨，我二哥马上到。你二哥？来干什么？来帮远州解决这件事。哼。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周总那边的事儿我查清楚了，他公司内部有人调包了样品，跟你们无关，这是证据。跟你们无关，这是证据。
我已经联系了周总，他今天下午会来签长期合作协议，并赔偿这段时间的一切损失。说的跟真的似的。曼妮那边还没消息呢，万一……陆总，周总又来了，说要签长期合作协议。陆夫人，您要见见吗？云生，我说了，有我在。陆总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是我内部的人搞鬼，我已经把他开除了。陆总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是我内部的人搞鬼，我已经把他开除了。这是新的合作协议，您看看，赔偿金按3倍算，以后咱们长期合作。陆总，您放心，以后您公司的货我全部按最高标准验收。这次的事儿是我周某人的错。顾小姐，这次多亏您二哥出面，请代我向顾总问好。3倍赔偿，长期合作，这顾先生，原来云生家里这么有本事啊！您到底做什么工作的？顾先生，原来云生家里这么有本事啊！您到底做什么工作的？海事法律。陆夫人，云生是我顾家的掌上明珠，她嫁给远州不是高攀，是夏家。云生从小被我们7个哥哥宠着，她选了你，我们尊重她。但如果你让她受委屈，顾家不会坐视不管。二哥，是我没把家事处理好。二哥，远州他对我很好。对你好，会让那个拼单名媛欺负你？对了，大哥都跟我说了，拼单名媛需要我来处理吗？哥，这件事我想自己处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 7个哥哥，海事法律，这到底是什么人家呀？妈，你现在知道了，她不是捞鱼家的丫头。就算有点钱又怎么样？还不是暴发户？我儿子名牌大学毕业，书香门第，怎么能娶这种人家？云生，谢谢你。跟我还客气。云生，你家里到底做什么的？你二哥说7个哥哥，还有海事法律、全球航运，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普通家庭。他会介意我是人鱼公主的身份吗？远州，有些事我现在还不能说，不是不信任你，是怕你知道以后，怕你觉得我不是同类。傻瓜，你是什么家世我都不介意。如果你比我好，我就拼命努力，努力配得上你。如果你只是普通人，那我就更拼命努力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伯母，对不起，今天那个饭局我去晚了，人家已经散了。算了，事情已经解决了。那个顾云生的二哥出面，周总签了长期合同。伯母，您别被他骗了，他家就是暴发户，
有几个臭钱而已。真要有底蕴，怎么连台车都没有？好啊，果然是装的。我儿子怎么能娶这种人家？伯母，我有个好办法，只要你配合我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是不是受委屈了？听你大哥说，陆家对你很不好，他那个妈处处刁难你。云生，我和你妈商量过了，陆家门第太低，配不上我们顾家。正好你几个叔叔伯伯家里有几个适龄的青年才俊，回头你见见。妈不是不让你谈恋爱，但陆家那样的小门小户，他妈那副嘴脸，你嫁过去只会吃苦，妈舍不得。爸妈，我不见别人，我就要陆远舟。他有什么好？他妈妈那个样子，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远舟跟他妈不一样，他处处护着我。今天公司出事，也是他第一时间站在我这边。二哥出面解决周总的事，远舟从头到尾没有因为我家有钱就讨好我，也没有因为他妈反对就动摇。你确定他就是你要找的人？确定。倘若有一天他不值得了，我会自己放手。但现在，我不想因为别人的错，放弃对的人。你这倔脾气像极了你爸。行，你自己选的路你自己走，但记住，顾家永远是你后盾。他要是敢让你受委屈，爸，他不会的。云静酒店的订婚宴，你大哥刚才打电话说，那天他正好在酒店谈事情，可以照应你。大哥也要去？你大哥说，顺便看看谁敢欺负他妹妹。你二哥和三哥也说要去。就是一个普通订婚宴，你们别搞这么大阵仗。云生，我让人盯着韩曼妮，她今天又和陆母见面了，商量着要在周末的订婚宴上对付你。他还不死心？这是云静酒店那个服务员的资料，韩曼妮找的人打算在你的酒里做手脚。韩曼妮和你未来婆婆都串通好了。周末订婚宴上要给你下药，让你当众出丑，你真打算就这么看着？他费尽心机搭台子，我不顺着眼，岂不是不给他面子？你跟酒店打个招呼，那个小张不用动，他做什么都别拦，我要的就是人赃并获。还有，别告诉爸妈，免得他们操心。行。大哥三哥说了，周末他们就在酒店隔壁谈事儿，随叫随到。不用，几个跳梁小丑，我自己能解决。周末订婚宴3号桌的顾云生，他的香槟杯里把这个加进去，事成之后再给你1倍钱，办得隐蔽点，别出岔子。韩小姐放心，保证万无一失。伯母，都安排妥了，周末就等着看顾云深身败名裂吧。妈，周末订婚宴，你非要带韩曼妮去？当然了。怎么了？曼妮是我带的客人，你管得着？我倒要看看。到时候顾云生当众出丑，你脸往哪儿搁？我最后说一次，别在宴会上搞小动作。你要是敢让云生受委屈，这个家我以后再也不回了。
倒要看看最后谁丢人！远州，这就是你女朋友？家里真是海边打鱼的啊！就是啊，放着韩小姐这样的白富美不要，找个没背景的图啥？我女朋友什么样，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。正好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小张，帮我个忙。好。顾云生，今天我就让你在所有人面前丢尽脸。云生，之前的事都是我不对，这杯酒我敬你，希望你别跟我计较。韩小姐有心了，这杯酒我确实得好好尝尝。麻烦帮我检测一下，这杯酒里是不是加了不该加的东西？顾云生，你血口喷人！顾小姐，酒里检测出高浓度强效镇静剂，过量服用会导致意识失控。韩小姐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是他，是韩曼妮给我钱让我下药的。袁州，我该结束了。袁州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啊！我爱你，难道有错吗？爱，你知道什么是爱吗？你的爱廉价又歹毒。为什么袁州？我们以前明明那么相爱，我只是想找你复合。我明明那么努力让你看见我，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。伪装名媛，搬弄是非，为了钱包装身份，靠男人上位，但你不该惹到我的底线。顾云生，我是假名媛又怎么样？要不是你，我会变成这样吗？我要杀了你！住手！我是顾云生父亲，东海矿业集团董事长。听说有人要欺负我女儿，居然是全球首富顾青山。首富，原来顾云生，顾云生，我从一开始就被你耍得团团转啊！今天出言不逊的，全部请出去，酒店永久拉黑。好小子，没让我失望。我们家云生没看错人，算你有担当。以后要是敢让云生受委屈，我们兄弟饶不了你。爸，各位哥哥，你们放心，我这辈子都会用生命去爱她，守护她。不管她是人鱼还是人类，她都是我唯一的妻子。伯母，快救我！他们欺负我！韩曼妮，你从头到尾竟然都在骗我！伯母，我是真心爱远州的，我的心意你不是最清楚的吗？真心？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，你一直都在利用我。
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小姐，我呸！我就没见过比你更歹毒的女人。伯母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人吗？枪响后没有赢家，你和我一起开的枪，你以为你儿子还有顾余生会原谅你？你跟我一样有罪，老东西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你知道错了吗？儿子，云生，对不起，阿姨之前有眼无珠，处处刁难你，还帮着韩曼妮算计你，你能不能原谅阿姨？阿姨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以貌取人了。阿姨经过这次的教训，已经知道错了。妈，你现在接受云生了吗？接受，妈100%接受。以后你就是我们陆家唯一的儿媳妇。云生，怎么了？从刚才你就一直心不在焉。远州，我有件事儿一直没告诉你，我怕你知道以后会介意。傻瓜，不管什么事儿，我都不会介意。你说。远州，你相信前世今生吗？我过去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到我不是普通人，我是人鱼王国的公主，七海之主。100年前，在这片海边，我受伤搁浅，是一个小男孩救了我。那个小男孩就是你。远州，你会介意我骗了你这么久？介意？我介意什么？我介意你一个人扛了这么多秘密，我介意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都不敢告诉我。我介意你到现在还在担心我会嫌弃你。云生，我爱你。谢谢你，云生，谢谢你跨越山海，从深海来到陌生的陆地，瞒着身份，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只为了奔赴我。谢谢你，愿意等我。不，是我要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谢谢你，无论如何都选择我。